要不我一会儿再来。别，你们聊吧。我还是那句话，我保留我的意见，暂不上会。谢谢。这份协议是1个月之前签的。那么林家映是什么时间认识耿星虎，又是怎么认识龙斌的呢？也是在1个月前。那也就是说，他们认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签了。他们以借款必须由出借人扣押担保人的各类证件为由，骗取了佳映姐的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还有离婚判决书的原件。这是林家映的陈述，龙斌肯定有另外一套说辞。龙斌是骗子啊！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骗子？他肯定是和耿星虎串通的。证据呢？因为带他们做公证的人名字叫做江俊。江俊是骗子的意思吗？带麦飞爷爷做公证的人名字也叫江俊，所以我怀疑他们是个团伙。就像您上次跟我说的，他们这种人都是有剧本的，他们有好几套剧本，对不同的人下不同的套。不是说你怀疑，你觉得，是要有证据。证据。去公证处签字的时候，应该是有录音和录像的。那就请你去公证处把录音和录像全都拿回来。好，那我现在就去。要回来。怎么了？你不要去了，我去。我可以的。你不可以，你没有律师证，他们很可能不配合你。把这个材料回去再梳理一下。林家映应该还有些事情没告诉你。他应该全部都告诉我。他肯定对你有所隐瞒，再去问。罗老师，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啊？林家映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既然不相信他，那你为什么要接他的案子？是啊，我为什么接呢？我现在还真的有点后悔。难道说我当时只是头脑发热？哦，对，因为有人在我耳边说为了正义冲啊，所以我就冲出去了。德斌，你有空吗？我刚好要出去一趟。去哪儿？怎么了？有事儿吗？封印跟你说了吗？什么事儿？你最好别沾林家映。谢谢，我已经沾了。你可以找个理由拒绝。我找不到理由。比如说你病了。我没病，我不能咒我自己。罗律师，我刚好要出去一趟。我不是来找您的。知道林家映为什么找不到律师吗？不是因为他没钱，没钱可以打风险代理，而是因为他的案子风险太大。我喜欢风险，不值当。他们找我麻烦也不值当。小偷团伙作案的时候，如果有人提醒失主，他们会把那个人往死里打，而且是当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他们以后偷东西的时候，再没有人敢说话。我刚才碰见罗宾了。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是过来找我的呀？没有，当时还有一个女的追着他说什么事儿呢？哦，黛西，对不起啊，我跟他说点事儿。啊，那你在那儿等我一下。怎么了？你知道他是谁吗？我知道啊，莎莎嘛。那你知道他跟任小年什么关系吗？怎么了？他来找你干嘛？咨询呗。我是问他来找你，你跟罗宾说了吗？还没有，他叫我先别跟别人说。他叫你别跟别人说，他大摇大摆来咱们律所找你。他本来呢是想约我在外边见面，说要请我吃饭，可是我没有时间。你也知道的，现在何塞老师让高峰管着我们，我们但凡不在律所就要跟他汇报，去干什么啦，去哪儿啊，恨不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长一点都要跟他讲。我是提醒你，
鉴于任小年跟他关系特殊，鉴于任小年跟咱们律所关系特殊，你最好不要沾。明白了。嗨，我来了。他是不是不让你管我的事儿啊？你怎么哭了啊？你在找我吧？我那时候可瘦了。哎，哪个是黛西啊？黛西？没有黛西。她不是你同学吗？她是你同事呢，她所有事你都知道吗？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她怎么没出现在你们毕业合照上？啊，那可能是感冒了，或者拉肚子，也有可能压根就没毕业，都有可能。你拍它干嘛？我那个拍下来回去问问她为什么不在啊？我劝你慎重。为什么？我听说她在你们律所挺特殊的。你知道王丽她是怎么得罪我们所主任的吗？不是听说是你们主任嫉贤妒能吗？不是，我们主任有一助理，给的薪水挺高的，大家都不服气。主任说他牛津毕业的值这个价，然后王丽就去查了一下，结果发现不是，主任面子上就过不去啊，所以王丽之后在我们所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哎呦，我得上去了啊，何塞找我。你是律师，你告诉我该怎么办？这个分手它是属于私事儿，不归律师管。如果你们有什么共同财产需要分割什么的，那还归律师管一管。我就是有啊。您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越快越好，不要写成流水账啊！不要写成流水账。要找到跟你核心观点对应的事实，或是能印证你核心观点的事实，着重陈述，加深印象，明确诉讼目的。好的，着重陈述，加深印象，明确诉讼目的。你不要简单的重复我的话，好不好？不简单的重复您说的话。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就是律师的代理意见成了法院的判决意见。我没有重复您说的话，但是你说了我要说的话。律师的代理意见做了法院的判决意见，这就是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何老师，我努力争取达到最高境界。越快越好啊，但是千万别写成流水账，着重陈述，加深印象，明确诉讼目的，逻辑清晰，表述重要事实和你所持观点的关系。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那就是自己的代理意见做了法院判决的意见。对了，律师的代理意见做了法院的判决意见，这就是诉讼律师最高的境界。哎，你现在很不错嘛，啊，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是你说了何塞老师想说的话吧？我觉得何塞老师说的对啊。哎，咱们律师在法庭上引用的法文，那不都是别人写好的说过的吗？哎，你最近跟孟小雨走得挺近啊。你可别误会啊，是他想跳到咱们所，我们俩别的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我倒没误会啊。顾杰之前不是也挖过我吗？可是后来我没去他那，就是因为觉得跟孟小雨在一块工作，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尴尬。我说，你俩不会真谈过恋爱吧？没有，真没有。那你尴尬什么？他到处跟别人说我跟他谈过，其实我们俩就是一块上了一个考研培训班，最多就是在一块吃过几顿饭，别的就真的什么都没了。你这个事儿吧，我最多也就只能给你提提意见，因为我只是罗宾的助理，我不能够自己单独接案子的。其实我在找你之前，我已经找过他了，可他立马就拒绝我了，肯定是怕得罪任小年。不可能，罗宾他绝对不是这种人。如果他拒绝你，一定有他拒绝的道理。是这样的，任小年呢，他之前是我们律所的客户，
虽然他后面换了律所，已经不是我们的客户了，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你要跟任小年打官司，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你的委托的。那为什么呀？因为利益冲突。可任小年都不是你们的客户了，这有什么利益冲突啊？按照律师职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在担任常年或者专项法律顾问期间，或者合同终止1年之内，在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为法律顾问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对立方接受。我一句都没听懂，你说慢一点，我真的听不懂。我说简单一点好吗？就是我们曾经是任小年的法律顾问，现在虽然他换了律所，但是在1年之内，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他对立方的委托的。如果说你要和任小年打官司，那么你就是任小年的对立方。可是现在马上满1年了，马上满1年，他也没满1年呀，对吗？差1天都不行。要不这样吧，你要是太为难的话，你介绍你的同学或者朋友给我也行，只要是你信得过的，我求求你了。黛西，我求求你了。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啊。喂，佳颖姐。黛西呀，我接到法院寄给我的起诉书了，他们告了我，他们真的告了我，你说我可怎么办呢？您别着急，我现在马上过来找您一趟，您等我啊。好，拜拜。这样吧，我介绍一个我的前同事给你。哦，好，你信得过就行。罗老师，干什么慌慌张张的？这个，林佳颖跟我说，当时耿新虎追她追得非常紧，他们本来打算合开一家公司的，这个协议是耿新虎主动提出来的。这是一份入股协议。没错，根据这份协议，林佳颖和耿新虎打算合开一家公司，他们的注册资本一共是5000万，林佳颖占5%的股份，也就是250万。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因为他之前也没告诉我。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他对你有所隐瞒，你偏不信我。我也问他了，他跟我解释说他不是有意隐瞒我们的，是他自己都忘记了签过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忘记了？那你有没有问过他还忘记了什么？哎呀，那些就先别管了，就光这份入股协议本身就非常非常有问题。您想想，5000万的注册资金，5000万，如果真的有这5000万的话，他们怎么可能还会缺林佳颖这套房子呢？他的这套房子根本就贷不到几个钱。从民事法律关系上看，对方起诉林佳颖有证据，可以申请法院直接执行，但是林佳颖起诉对方诈骗，缺少证据。龙斌用的是真实身份证和真实姓名，有走账记录，还有他林佳颖的签字，形式上是完备的。这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但是对方证据确凿，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要打官司，所以他们的证据链条是完整的。他们是一个团伙，他们合起伙来去骗林佳颖，有人扮男朋友，有人扮投资人。他是弱智吗？他是受害者，他还不如是弱智呢。哦，你在干什么？我这肩膀抽筋了，有点疼。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瞪我干什么？你以为你眼睛很大吗？我告诉你，你最好想办法证明他是弱智，或者他精神有毛病，这样我们的胜算还能大一些。罗老师，这事儿真的不能怪他，他面对的可是一个团伙。怎么证明？啊，将军，你找到将军了没有呀？我不用你教我怎么找人，你现在闭上嘴听我说，马上现在再去找林佳映，告诉他，让他回忆起每一个细节，还有电话、微信记录，每一条全部都想起来，包括耿星虎的、龙斌的和这个案子完全相关的每一个事情都要想起来。要相信你，不要难为情，每一条都要给你听，你也要听下去，好吗？他说这是他的隐私，怎么办？那就告诉他，我的原则是我从来不接我不相信的案子，我也不接不相信我的客户。怎么了？牙齿也不舒服？好笑吗？还有，记住，以后不要在我背后搞小动作。我背后有眼。严格来说，青春损失费属于民间说法，当事人关于青春损失费的主张，也是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的。那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跟任小年白白在一起这么多年，他送给我的房子，现在分手了，我还得还给他，这不是鼓励男人不负责任吗？如果你和男人谈恋爱，法律支持在分手以后，男人给你一套房子作为补偿，这不是变相支持男人包养女人，对吧？沙女士，你先别生气，我刚才可能措辞有点问题，我马上给您出律师函，您先坐。我刚才呢是在给你沙盘推演一下，那这样，就按照你说的，房子是他给予你的赠与。你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吗？有。行，那我们先不提青春损失费，房子是他给予你的赠与，赠与呢是不能随便撤销的。早这样说不就行了？那您看，咱们那个代理协议，你先写出来给我看看，我如果觉得行，咱们就签。好嘞。给你的独家配方。有事儿找我？你忙吗？还好，你说。那我就长话短说了。我是我姐的助理，但是她手头上没有什么案件。你要是有其他的小案子呢，自己忙不过来的，你可以给我来做。可以啊。那个裘皮大衣丢失的快递案，是不是快开庭了？你对那个案件感兴趣？好啊，你去找黛西说。好的。佳映姐，您现在有空吗？我想过来找您一趟，有些情况需要了解一下。嗨，还没下班呢。我要去见一个当事人，很讨厌的当事人。你怎么知道的？涂在你脸上写着呢。亲爱的，罗宾让我告诉你一下，那个快递丢失案交给我做。
罗老师，我觉得您这样做特别的不对。你怎么可以把我前期已经几乎快做完的案子，你就这么移交给兰兰了？是，我是你的助理，这一点错都没有。但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你这样子的话说的轻一点，你这是没有顾及我的感受；你说的重一点，你就是根本就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哎呀，对不起。说完了。那我来总结一下。你冲进我的办公室，先是质问我为什么把这个快递丢失案交给兰兰，然后强调这个案子是你的，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给了兰兰，就是对你的不尊重，对吧？好，那我们现在来明确一下。首先，这个案子是我的，不是你的，因为你不具备独立办案的资格。其次，我们现在律所有非常多的案子，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尤其是林家映的案子。按照我的原则，我是不会接的。但是按照你的原则，我接了，本着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既然接了，就要全力以赴。所以说，放手一两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完的案子给需要案源的同事，这有什么错呢？再说了，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擅自做主接待了与本所存在利益冲突的案子，这怎么算呢？我已经跟莎莎说了，我们不能接受她的委托。然后呢？我事先并不知道她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她在电话里也没有告诉我，所以我还以为是跟她个人或者是她亲戚朋友出了什么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儿跟任小年有关系。那在你知道了跟任小年有关系之后，你做了什么呢？我就让他去找别的律师了。没有给他推荐别的律师吗？他求我。我问你的问题的重点是你有没有给他推荐别的律师，而不是他有没有求你。范小天，真是有爱的行为。小金刚刚接到法庭的电话，通知他下礼拜开庭。你跟小金商量一下，就说我给他推荐一个全球排名前10法学院毕业的律师。你不亲自出庭吗？你现在就去跟兰兰交接一下。去啊！好。怎么回事啊？我忽然有点崇拜何塞。因为他的助理从来不敢跟他对抗。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你也经常会说何塞，如果他找的人连他都不敢对抗，那怎么期望这个人去和邪恶对抗？没错，我还记得何塞非常生气，说我羞辱了他。因为你把他和邪恶相提并论。有的时候正义也会和邪恶相提并论，比如，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你晚上有空吗？我陪你衣服，我陪你衣服。全都在这儿了，下周开庭，具体的你问丽娜吧。谢谢啊，有空一起吃个饭吧。不了，我有事儿。我还没说什么时候呢。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有事儿。你好像一脸的不高兴。我确实不高兴。是因为我抢了你的案子吗？你说呢？我就是随口跟罗宾说了一嘴，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快就答应了。你当然想到了，你要是没想到的话，你就不会张这个口了。那你要是不高兴的话，那我把它还给你喽。不了，我还有别的案子呢。那你要是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哈。谢谢你啊。哎，白姐。哦，何塞老师。你是从兰兰办公室来的吗？对。他干嘛呢？助人为乐。助人为乐。
他没有回我微信，所以我就过来了。哦，我没顾上。忙什么呢？这不是那个快递丢失的案子吗？嗯，罗宾把那个案子给我了，给你了。我毛遂自荐。其实我那儿也有很多的案源，如果你要喜欢的话，我可以跟你分享。谢谢。啊，那个，你刚才说关于损害你衣物的事情怎么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司法解释，损害他人的财产，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为计算标准。被损坏的财产完全损毁、灭失的，按照该财产当时市场上对应的价格标准按全价计算。如被完全损毁、灭失财产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以上的，按照折价后的价格进行计算。如财产部分毁损，应当按照由于毁损使该物价值损失的相应市场价格标准计算。那你看，何塞律师，您不能根据侵权责任法对我进行赔偿。那我应该依据什么？我记得刑法里面有那么一条，故意损坏公司财物，涉嫌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以立案追诉。一，造成公司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的。你这件衣服5000元以上吗？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关于8种侵犯财产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通知，故意损坏财物罪，数额较大为5000元以上，数额巨大为5万元以上。您刚巧够上了数额较大的标准。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过失。你就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你就是。我不是。那我总得有犯罪动机，对吧？你没有吗？哎，你说怎么会这么巧啊？都是被骗了房子，都是富强公证，而且还都是同一个受托人。你找我来就为这事儿啊？啊，不然你以为呢？我以为咱俩有哪个汉子碰上了。这不就是碰上了吗？我记得你爷爷刚出生那会儿，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一团火。我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现在时常感到万幸。我们家那事儿幸亏我发现的早，我爷爷的房子算是保住了。可后面发生好多事儿都没来得及跟你说。担保公司派人去我们家骚扰，来了一群流氓。你只要报警的话，他们就说是经济纠纷，是要账的。你能说什么呀？他们已经把法律都给琢磨透了，人家也是有组织、有管理的。他们觉得把你骗得倾家荡产，那是你应该交的智商税，都这么想。现在林家已经被他们逼到活不下去了。股民炒股血本无归，也被逼得活不下去了。那你能告荐股人吗？对吧？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这是犯罪，如果不把他们绳之于法的话，他们会骗更多人的。我真的帮不了你。爷爷不是和将军认识吗？哎，我爷爷是我亲人，林家硬是你的客户，你的当事人。行了，别管了。那今天晚上我去看看爷爷呗。我们现在不住那儿了。啊？惹不起还躲不起啊？房子是保住了，他们老来人骚扰啊。我在安居客上找了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搬过去了。那你现在住哪儿啊？我晚上约了事儿。
久等了。走吧。厉大姐，你怎么又回来了？手机忘了。哎，那是上的电梯。你不下班，躲在这儿吃什么呢？我在等林佳映呢，他突然放我鸽子，让我等他。喝吗？我刚才喝仨了，没事。想让我跟你说实话吗？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想说林佳映他为了让我接他的案子，所以呢故意对我有所隐瞒。他怕他都跟我说了，我就没有那么同情他，我也就不会接他的案子了，是不是？哼，有的当事人很奇怪，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律师。林佳映呢，他之前被别人骗过，这样的当事人你更要小心。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大不了输呗。这不是最坏的结果，这案子如果你输了，他们可能会纠缠你，让你赔房子。让我赔房子？凭什么呀？他们的逻辑是，官司如果打赢了，他们的房子就能保住。现在如果因为你输了这个案子，房子没了就得你赔。哈。哎呀，丽娜姐，你把我说的都开始怀疑人生了。我就是跟你提个醒。我知道，谢谢。你跟麦飞真分了？当然是真的了，我骗你这个干什么？我刚才在楼下看他上了一辆豪车，就刚才。应该是客户的车吧？廖主任最近给了他一个特别土豪的客户。挺好。什么挺好？你们这样现在挺好的。不错。拜拜，我走了。拜拜，接着吃吧。罗宾律师，您是？我叫李德彪，之前也是干律师的。我们之前见过吗？我现在早不干了，干律师太辛苦了，而且没回头客。您想啊，谁家成天到晚打官司，除非是犯罪团伙，那业务量可以，常年有。今儿这个兄弟进去了，明天那兄弟出来了，今天这个抓了，明天那个判了。普通老百姓赶上一回打官司，找您打，您要是给人家打输了，那得天天到律师所去闹去，就算是赢了，那也是一锤子买卖，业务量不行啊，对吧？那既然不干了，现在主要是讨债。我有个客户呢，正好跟您有点关系，想托我找您谈谈。您是他的律师，找我谈，那就别在这儿谈。明天来我律所。哎呀，我一看见您呐，就看见当初的我。我当初跟您一样，特别有正义感。就是后来呀，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医院住了半年多。你想干什么呀？没想干什么呀，我就想跟您聊聊。哈，您要是忙，我就不打扰您了。啊，这是更衣室，没监控，您放心。我是好心。怎么会见？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
后再拨。黛西办公电话。 Siri 没有找到黛西办公电话。黛西。对不起，请您再重复一遍。黛西是要给黛姬打电话吗？你才待机呢。处理起交通事务，医院住了半年多了。麦飞电话。好的，给麦飞打电话。我接个电话。喂，罗丽。麦飞你好，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儿要找黛西，你知道她在哪儿吗？我，罗丽，我这边有事儿，我等会儿回给您啊。知道林佳英为什么找不到律师吗？不是因为他没钱，没钱可以打风险代理，而是因为他的案子风险太大了。小偷团伙作案的时候，如果有人提醒失主，他们会把那个人往死里打，而且是当众。你知道为什么？奸钱驱逐正钱是非常残酷的。我是好心。丽娜电话。现在是下班时间，这里是丽娜的机器人助理，请问你有什么事吗？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现在有点急事儿要找黛西，你帮我找到她家的地址。现在就要。我在美容院呢，刚敷上面膜，挺贵的。不要开玩笑，明天我送你一筐面膜，现在马上发给我。九龙山站，九龙山 Station。佳颖姐，佳颖姐，我知道您在家呢，我刚看到了，您家灯亮着呢。佳颖姐，佳颖姐，您要是不开门的话，我就报警了啊！林佳颖，佳颖姐，佳颖姐，您怎么了啊？不是，没什么。你怎么了？这是啊？听我说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没关系，我来都来了，您摔哪儿了？我带您去医院去看看好不好？听我说，我今天真的不舒服。没事儿的，哎，我带您去医院去看看。行吗？你先让我进来吧，您到底是怎么了？这是为什么脸会肿成这个样？喂，喂，罗丽，对不起啊，我刚刚在忙，您说。我有点急事儿想找黛西，但是她电话一直没人接，我想问问你，她有没有其他的联络方式？喂，喂，罗丽，对不起啊，我刚刚在忙，您说。我有点急事儿想找黛西，但是她电话一直没人接，我想问问你，她有没有其他的联络方式？没啊，
怎么了？但他下班时候来找过我，问我去哪儿能找到骗我爷那伙人的证据。好，谢谢。对不起，我得临时回趟律所，我那边有点事儿。我送你。不用了，那什么，电影算我先欠你。那我走了啊。慢点。拜拜。他们把房子挂到网上去卖，有买主看上了，就来看房。我就跟他说了实情了，然后马上就来了一大群人，堵在门口，又打又骂的。您应该把罗宾的名片给他们，就跟他们说，如果有什么事儿要聊的话，直接跟您的律师聊啊。我跟他们说了，也给了，他们骂得更凶了，你不知道呀。那您为什么不报警呢？啊？我报了，警察来了，他们就跑了。他们还说，他们就不信警察能住在我们家。你不知道我一点尊严都没有，丢人呐！他们打我骂我，我一点证据都没有。我说他们打我骂我，他们说是我坏人变老了。佳颖姐，这样，明天我过来，我在您门上装一个摄像头，连在我的手机上。如果他们再敢过来骚扰您的话，咱们就报警，给他们抓起来。我不想活了，我真不想活了，你们谁都别劝我了。我的孩子也在数落我，你知道吗？我活在这上还有什么颜面呢？佳颖姐，您听我说啊，您千万不能去寻死，不能有一点点贪念。当时成立公司，我只要了5%的股份，我就想出门见朋友能够给递张名片，说自己也是有公司的人。你说说看，都是为了这张脸呀！哎呀，行了，哎，行了，佳玲姐，行了。我什么意思啊？我。
为什么不接电话？我手机没电了。为什么不充电？我才发现我手机没电。以后手机不许没电。您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手机不许没电的吗？还有，以后不管谁敲门，不要随便开门。哦。关门啊！哦，那个林佳映的案子。林佳映的案子不归你管了。为什么？不为什么？您这样做不公平。有什么不公平？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助理，而且你没有律师证，你不能出庭，所以没什么不公平，是你没资格。都跟你说了，不要随便开门。知道是你，你怎么知道是我？除了你，别人没那么敲门的。行了，我知道了，您也不用说了，不用道歉。你以为我回来是来道歉的？我手机没电了，没有及时回复您的信息，是我不对，我下次一定注意，对不起。但是如果您就因为这点小事就不让我管林佳映的案子，您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你想多了，我回来不是来道歉的。那您到底干嘛来了？我来重申2件事情：第一，不管谁敲门，不能随便开门。第二，林佳映的案子确实不归你管了，以后有任何事情，他可以找兰兰，直接找我。你开门。对不起，我不能开门，因为有些人说过，无论是谁给我敲门都不许开门。有事的话，您就给我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吧。很好，晚安。来了。说了几遍了，不要开门，你记不住吗？记住了。城市的光，霓虹的想象，此消彼长，真相被隐藏。谁在意过我在说什么？宇宙冷漠，谁对谁负责？谎言啊，经头细刻，一寸寸雕琢，仿佛可以触摸。曾击溃的喧嚣着，穷追不舍，要经历过那么多，才能勇敢面对寂寞，冲淡夜色如墨。我用力过，每一刻都要快乐，我还是我，把伤痛写成一首热烈的歌，这样温柔。
张，交替闪躲，没人不善良。我失去的和错过的，像不速之客，考验我的脆弱。曾击溃的喧嚣着，穷追不舍，又经历过这么多，才不枉费一遭活过，留下一笔浓墨。我用力过，每一刻都要快乐。我还是我，把伤痛写成一首让人的歌，绚烂的。将军，骗我爷爷的人应该是一个团伙。黛西一直在管我要，我没给他。谢谢。也谢谢您，罗老师。哎，你好，这个画面已经给您接到手机上了，然后这个是产品的说明书，上面有我电话，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跟我联系。好，谢谢啊。不客气，不客气。那我先走了。好，谢谢您，谢谢您。佳妮姐，你看啊，这个画面已经都有了，从这个摄像头里的。如果他们再来的话，您不要开门，您就问他们哪家公司的，是谁派你们来的，最好让他们自己说出公司的名字，还有派他们来的人的名字，好吗？贤君，我不认识你们，没关系。我们认识一下，我叫罗宾，林家映的律师。你能给我们讲一讲你当初是怎么伙同他人，给林家映设套做富强公证的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叫麦飞，我爷爷叫麦志高，是你骗我爷爷做的富强公证，想起来了吗？我不认识麦志高，是不是你们找错人了？我们来找你，是想给你一个机会。我们可以陪着你去自首，也可以为你做辩护，争取从宽处理。如果你的同伙敢在你前面去自首，那你就惨了。先看看这个吧，关于依法严惩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主动投案自首，承认自己罪行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此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继续为非作恶的，将依法从重惩处。将军，妈，你怎么在外边说话呢？哦，没事，两个朋友随便聊两句，你先进去吧。屋里聊吧，外边太热了。没关系，阿姨，这是我的名片，您收下。我们是律师，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可以随时找我们。您觉得他会自首吗？他会的。为什么？他胆子小，而且是被强迫的，所以他需要挣扎一会儿，越挣扎越痛苦。当痛苦大到承受不住的时候，他会选。据说他还是个孝子，所以让他跟他妈妈把该说的话都好好说说吧。你在车里等我，我陪您一块儿去。老板别熄火，随时准备报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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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干嘛呢？我是律师。你恐怕很快就有牢狱之灾。这是我的名片，请收好。
注册公司进行套路贷是违法犯罪活动。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通过正常招聘来这里上班的，我想你们一定想知道，在套路贷公司上班算不算是违法？会不会被判刑？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需求，随时向我咨询。嘿，你们干嘛呢？啊，音乐怎么停了？玩呢？怎么回事？我们是来取证，还有什么普法宣传啊？看好了，反套路贷啊，法在身边，普法宣传，进社区了。这什么东西？这个就是预防套路贷的普法宣传的，您看看了解一下啊。哎。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违法犯罪人员送去投案的，均视为关于防范套路贷的一些知识是什么呢？是出借人强迫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又通过循环转账的方式呢，将款项转给借款人后，又回到出借人的账户，制造出这个款项呢已经实际交付的行为，并借此通过此民诉事件，然后进行申诉。这个行为就涉嫌了刑事犯罪行为。你要不说，我们真的就很少知道这种。如果您收到这样的短信，记得一定要全部都截图下来，还有保留所有的通话录音，然后到互联网金融协会去投诉。记住啊，每天一定要多投诉几次，因为投诉的人数众多，您不多投诉几次的话，很可能会被盖过去的，好吗？大友跟你说啊，像这种对于恶意骚扰的电话号码发送的短信呢，我们其实是可以作为垃圾短信进行举报的。就一个移动号码被举报3次以上，移动运营商就会把这个号码给拉黑了，然后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收到这个号码发来的骚扰短信了。您看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这说的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干什么？对，然后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他们是一个团伙。坏人之所以嚣张，那是因为好人沉默。坏人都合起伙来组团干坏事了，那我们做好人的也不能单干呀。既然他们是团伙，那我们就是团队。他们是团伙啊，他们这叫勾结；我们是团队，我们这是团结。您好，我们这里是普法宣传，也可以叫我这个宣传所。我跟您说一下，如果行，谢谢。如果说您有两个人发或者来，拍了啊！好，来看我这儿，1、2、3。堵着门不让我出去，也不让别人进来。我报警，你们只要警车一到，他们就撤了。我们这儿有录像，都给录下来了，能不能看一眼？利用我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为犯罪人员辩护，这是合法的。但
但是利用我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为犯罪团伙出谋划策、钻法律空子、坑害无辜的法盲，那就是另一回事。我们在反套路贷的斗争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套路贷不仅有很严密的组织，而且雇佣到了受过良好法律训练的人，这对于法律来说是非常大的讽刺。是默然忍受命运暴怒的无间，还是挺身反抗这人世间无涯的苦难？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我们作为法律人，选择了这个职业，那么就要挺身反抗这命运的毒箭，给普通人以公平正义，这是我们的使命所在。现在可以了，您说吧，怎么了？我呢有点不舒服。他们把我送到医院里来了，大夫说得做个检查。啊，得有人签字呀。菲菲呀，今天太忙，我不方便打扰她。下面有请麦飞律师上场。同学，你好，你好，谢谢，谢谢你，继续努力。好，有请麦飞发表获奖感言，有请。您告诉我您在什么医院吧，我现在马上过来一趟，好吗？在我实习的时候，我的老师曾经告诉过我，律师要服务一切人，但绝不向任何人出卖自己；律师要服务一切机构，但绝非资本的附庸以及权力的打手。律师要勇敢，要淡定，要有信念，否则将会堕落成为别人的马仔与掮客。我的这位老师今天他并不在场，但是我今天所获得的荣耀应该属于他。在这里，我想感谢罗宾律师，感谢您曾经对我的帮助，谢谢。你跟刘景明怎么说？你们还在吃饭吗？你们吃完饭咱们联系一下，我等你电话。毕竟刘英美已经过世了，我不想节外生枝。我真的觉得刘英美挺可怜的，何必要是来问我，我就说我都跟你说了，让她还是去问你。我是什么都不会跟她说的，但是我觉得你最好也别把我跟你说的这些告诉何必，她会受不了的。老吕，什么都别问。是午饭吃的不愉快，还是和你共进午餐的人点了你讨厌的菜？这个讨厌的菜叫真相。你不知道该怎么把这盘菜端给何必。如果真相太伤人的话，就可以考虑给真相套上一个漂亮的刀鞘。这是我说的。对，你还说过，真与善之间，善比真更重要。谢谢。我不是袒护罗宾，我是了解罗宾。罗宾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哎呦，那你的意思是，我诬陷他了？诬陷是罪名，说诬陷太严重了，顶多就是误解，误解。那你说说看，莎莎怎么就会找到范小天？你看啊，这何塞原先是任小年的法律顾问，这莎莎呢，原先是任小年的秘书，
这范小天呢，原先是何塞的助理，所以范小天原先认识莎莎，莎莎也就认识范小天，这可以说得通吧？如果我没有100%的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你可以把证据交给我，由我来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顾杰告诉我的，范有天是顾杰的手下，范有天要签任何的客户，顾杰都要过问。顾杰问了他，是范小天说，罗宾给他指派的。罗宾的助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不会是罗宾吧？罗宾根本不会做这种事啊！明明知道这任小年是你的客户，还让莎莎去给他找麻烦，这不可能的事儿。这样吧，我调查一下，如果是罗宾干，或者是罗宾指使他助手干，我把他除名。好，你现在当着我的面把罗宾叫来，问他对峙，用得着吗？用得着。罗宾这个时间可能不在办公室。喂，罗宾。廖主任，你在办公室吗？我在呢。哦，好，我马上过来。走吧，你的爱将在办公室呢。你说罗宾在？在。什么事儿？咱们老大和廖老大正在向你报。我知道。你知道什么？他们正在冲我健步走来。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啊？他们俩要一起来找你。我给你讲个笑话啊。邻居家的阿姨来找小明的爸爸告状，小明的妈妈问小明：“你犯了什么错？”小明说：“也许是爸爸犯了什么错。”来了。佳敏姐，稀客，主任。坐。什么事儿，这么严肃啊？廖主任他说你对他的客户发起诉讼，不可能，没有。你看，我说什么？没有吧？莎莎有没有来找过你们？你们有没有给他出过主意，让他告任小年？鉴于任小年是你们的前客户，你们为了规避利益冲突审查制度，你们有没有给他介绍过和你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其他律所律师啊？人民群众遇到困难向我们求助，我们给他介绍一个律师，这没什么错吧？啊，你的高总已经承认了。不是你介绍的吧？是你的助理背着你干的。这事儿我知道，确实知道，所以不能算背着。佳敏姐，其实我觉得您应该向任小年说实话，你跟他讲不要跟莎莎打官司，这对他得不偿失。然后他勃然大怒，把我们大骂一通，你就达到了你的目的了。那你也拍着桌子把他臭骂一顿。我相信在骂人这件事情上，没有人是您的对手。那这样做，我们就是丢掉了任小年。对啊，就像丢垃圾一样，丢掉一个完全不懂得尊重人的客户，就这么简单。这样做，你是为了报复。我有什么可报复的？一箭双雕，既报复了我当初抢走了任小年，又报复了任小年当初炒了你。您终于承认抢了我们的客户，罗宾。你亲口承诺，只要罗宾承认，你就让他走人。你可以写你的辞职报告了，啊！
你不会真的要辞职吧？不要告诉黛西，你真的要辞职啊？我可以先休个假。用不用我在猎聘上给你找一咖啡师的工作？休完假你直接上岗？可以考虑。你能不能成熟一点？我可以成熟2点。好，你说。廖佳敏之所以选择今天来找冯主任，他就是不想把事情闹大。你是说他出门先看了黄历吗？我是说他知道我们所今天大部分律师都去参加表彰大会了。那又怎么样呢？他这是给你留有余地。我觉得他应该是在给老大留余地。好，我去找他。祝贺啊！也祝贺您。哎，你刚才在台上，你感谢了罗宾律师啊？难道你在我们律所当助理的时候，我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吗？当然有了，那主要不是罗律把奖项让给咱俩了吗？不，您看啊，是这样，您呢是实至名归，凭实力拿奖。那我呢，我是罗律让贤，那所以我得感谢他呀，要不然我也没机会站在台上和您一起拿奖，对吧？这是我的荣幸。越来越会说话了。哎，那个黛西刚才给我发微信说你爷爷在医院。我爷爷在医院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刚才黛西刚给我发了微信。对，在嘉禾医院呢。好吧，谢谢啊。啊，慢点啊。对不起，我得去趟医院。上车。廖主任真的是误会了。莎莎说任小年提出分手，他来找我们，让我们给他出主意。那你也不能管。好，以后不管了。去，给廖佳敏道个歉。好，道歉。我顺便再给他写个检查，书面的。我没在给你开玩笑，他是小题大做，好不好？就当他是小题大做。好，总之您别生气，我去找他就是了。他可能带着你啊，去找任小年解释，你再给任小年道个歉，说我们考虑不周到。那不行，必须行。这是为什么呀？因为你最了解任小年的脾气，他的脾气就是你们给惯的，你的脾气也是让我们给惯的。哎，那个你好，麻烦问您一下，在哪儿做 CT 啊？往这边走走。哎，好，谢谢。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想问一下 CT 室怎么走啊？哟，估计今天排满了吧？排满了。这儿。谢谢啊，谢谢啊。哎，怎么样啊？都已经查过了，放心吧，没什么问题。哎呦，吓死我了！医生说建议住2天院，走，我们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走。哎，不等，没什么大事，住什么院啊？就是因为没查出什么大事儿，所以才要住院好好查一下。非得查出这么点事儿来才让走是吧？是你爷爷，你爷爷这样折腾人家好几回了，只要一回养老院就说这不行那不行，连气都喘不上来，所以人家就只好送医院来。医生就建议说，要不就住个2天，把能查的都查一遍。我估计是他不想进养老院。哎，不，怎么回事？他怎么给你打电话了？对呀，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你爷爷为什么不找你找我？
哦，我跟他说今天我领奖，我前2天跟他说了。那我知道了，他是故意找的这天。啊？啊什么你？哦，对了，我跟爷爷说了啊，你一会儿会过来。他是不是说不让我来啊？哎，他还真是这么说的。他就不想麻烦我。他是不想住养老院。我那养老院挺好的呀，给他找的一高档养老院，我还托人给他办进去呢。但是他觉得很孤独。那在家他一个人不也孤独吗？那当然不一样了。在家的话有保姆、有邻居，还有你。每天你不管回来多晚，他最起码都可以见你一面。但是住养老院呢，一个熟人都没有。我接电话。麻烦你了啊。哎，喂。我停好车了，你在哪儿呢？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得帮我爷爷去办个入住。我看到你了。啊？又骗我，在哪儿给你爷爷办住院手续？在那，哎嗨，办好了哈。哦，办好了。怎么样，我爷爷？爷爷已经住进去了，这是所有的单子，你拿好。谢谢啊。黛西吧，你好，齐然，你好，你好。黛西，齐然。我是麦飞的新女友。啊，我认识麦飞的时候，你还是他的女朋友呢。但是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绝对是在你们分手之后我才追的麦飞。不误会。我这些都已经办好了，那我先走了。我们加个微信吧。可以啊，麦飞你推给他啊，我们拉个群也行。干嘛？我们又不是70后的叔叔阿姨们，我也有前男友啊！他最近好像分手了，要不我介绍给你吧，他条件还不错的。我把他微信我到时候推荐给你，好吧？我律所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行，我不送你了，拜拜。拜，慢点，谢谢啊。好。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那就放我这儿吧。哎，这上面写的是我的名，放置不合适。没有什么不合适。何仙姑当年，何仙姑，我姐也叫何仙姑。快给我！就是我姐头像。你不应该动别人的电话，你知道吗？我刚才是要递给你的，那你倒是递给我呀。我姐找你什么事儿？你有2个选项：一，把电话给我；二，我们从此不认识。谢谢。你给我姐回过去啊！我不会当着你的面打电话。我姐是个急脾气，你要不给她回过去，她会没完没了的打。你看。喂，罗律师啊，你今天中午跟刘景明吃饭了？对，是的。不过我这儿现在有人，我晚一点回给你。好的。再见。我姐遇见事儿了，不是什么大事儿。何仙姑当年，何仙姑，我姐也叫何仙姑。快给我！就是我姐头像。你不应该动别人的电话，你知道吗？我刚才是要递给你的，那你倒是递给我呀。我姐找你什么事儿？你有2个选项：一，把电话给我；二，我们从此不认识。谢谢。你给我姐回过去啊！我不会当着你的面打电话。我姐是个急脾气，你要不给她回过去，她会没完没了的打。你看。喂，罗律师啊，你今天中午跟刘景明吃饭了？对，是的。不过我这儿现在有人，我晚一点回给你。好的。再见。
我姐遇见事儿了，不是什么大事儿。那是什么小事儿？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有起码的职业操守。我姐是你的客户，我没有收费。你太过分了！你是说我应该收费吗？你居然不告诉我，你在跟我姐姐来往。何塞，你这玩笑开大了。我跟你姐纯属业务来往。什么业务？我有保密义务。我要是你，我就不打这个电话。你不是我。喂，何塞，你给罗宾打电话什么事儿啊？你怎么知道我找他？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小姐你好，请您在这里签下字。请问您对我们的植萃焕美疗程还满意吗？挺满意的，谢谢。这是我们公司这个季度给 VIP 回馈的精算小样，您带一份啊，谢谢。我提醒过你不要打电话。她是我姐，她为什么有事不找我找你啊？我姐遇到事儿，通常也是先麻烦别人。你们有事儿啊？那我先走了。好，等一下见面说。你马上要出去啊？对。晚上呢？什么事儿？急吗？急，一个家族企业的老板怎么要死了？还没确定。什么叫还没确定？也就是说还没确诊，医生说不知道能否治愈，也有可能随时。是需要立遗嘱还是需要？我给的建议是信托，遗嘱太容易被挑战。那需要我做什么？时间紧，任务重，我一个人不太可能。那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我这个人不是跟谁都可以合作的。那就晚一点再说，我真的要走了。好，无论多晚，我等你。今天回来的可能会比较晚，已经下班了。那我去你家找你。那你还是在办公室等我吧。您刚才打电话来的时候，刚巧何才在，所以您以后跟我联系的时候，能不能先给我发个微信？当然，我什么都没跟他说。谢谢。刘景明真的跟你说钱已经还过了？反正肯定不用还了。那他有没有说刘英美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没有。罗律师，我就是想知道刘英美她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如果她缺钱的话，她可以跟我说呀，她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也许是男人嘛，都爱面子，怕跟别人借钱被老婆骂，再被老婆问。当然会问的。我是说，如果他缺钱的话，如果目的正当，我一定会给他的。除非目的不正当。人都已经过世了，所以我才想问个明白。是。那行，等有时间，我再好好了解了解。他不在。哦，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太清楚。你有什么事儿吗？就是有几个起草好的律师函，还有一套诉讼材料，不知道他看了没有？客户有点着急。等他回来，你问问他吧。嗯。喂。哦，我们老大还没回来呢。那要不我先把我起草好的律师函发给您看一下。好。我觉得还是等罗宾回来看过以后你再发。没事儿，就一孕妇，现在特别焦虑，催得很。好了，那罗宾老师回来告诉我一声。谢谢。你到底在干什么？我让你发了吗？你就发。
我以前起草的律师函也都是一字未改。怎么了这是要？程序可能是受你影响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我走之前我就放您桌子上，我以为您已经看过。我是看过。那您既然看过了，您没跟我说不能发呀？那我也没说可以发呀。以前您但凡没有说不的，都意味着同意耶。OK， 那我们现在明确一下，以后凡是我没有明确说同意的，都意味着不。可我已经发给李丽了。劝一劝，是不是不合适啊？不是一般的不合适，是特别不合适，比你站在这儿看热闹还不合适。我是想问啊，我姐找罗宾到底什么事儿啊？那你去问你姐啊。我姐她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想办法收回来，然后跟对方说一声抱歉。利益冲突我们不能管他的事。啊，我查过了，李丽告的是玲珑美食，玲珑美食跟咱们没有利益冲突，他是廖家敏的客户。我知道玲珑美食是谁的客户。那您为什么呀？你是我的助理，我接哪个案子不接哪个案子，需要给你理由吗？可是咱们已经答应人家了。普法宣传的时候，义务接受别人的咨询，不代表答应了对方。可是人家已经相信咱，是相信了你。你不代表咱们，也不代表律所。现在就去跟李丽说清楚，你只是提供了一次义务咨询，你是助理，你是实习人员。按照律协规定，律师事务所及实习指导律师不得指使或者放任实习人员有如下行为：一、独自承办律师业务；二、以律师名义在委托代理协议或法律顾问协议上签字，对外签发法律文书。我能进来吗？当然。怎么了？没什么，我批评了他2句。那不是很正常吗？当年丰毅说了你2句，你哭得比他厉害。你还记得啊？坐。找我什么事儿？信托，你别外传。那我不看了。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所有的文件，丽娜都会经手。丽娜让我来关心你一下。要下班了吗？不加班的年轻人是没有前途的。何老师，你都听见了吗？我听见了。你都听见什么了？哦，不加班的年轻人是没有前途的。老师，我今天打算加班来着。很好。他只有一个女儿，老婆呢，他不太放心，觉得他走了以后，他老婆拿着这么大一笔遗产，肯定会改嫁。当然了，再嫁他肯定也管不着，但是带着他的遗产嫁给别人，还给别人养孩子，这点他接受不了。他女儿一向娇生惯养，也没什么社会经验，不可能管理这么大一个企业。他生怕他走了之后，女儿被人骗得倾家荡产，所以我给他设定了一个家族信托方案，严格设定任何一个受益人获取收益和动用本金的条件。他女儿30岁之前不能动用本金，他的遗孀每个月可以领取生活费，但如果改嫁了就没有了。你在听吗？我在听。你说。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所以我们要尽快进行信托财产尽职调查。你应该去找何塞。为什么？何塞在这方面非常擅长，而且所有的实习生助理都归他差遣。你需要的是一个团队，除了制作信托方案，还要起草信托合同，参与遴选受托人中介，后续参与财产监管。
这么说，你是委婉的拒绝我了？我最近手头上的案子确实有点多。我想成立一个家族信托法律事务部。非常好。我认识很多有钱人，他们都有这方面的需求。你一定会生意兴隆的。你好好想想。我想过了。你是不愿和我一起？我不愿意跟任何人一起。可是我们过去是搭档。很久以前，那是很久以前，非常久。我时常怀念过去。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得，过去都是假的。百年孤独，我喜欢这本书。我是因为这句话喜欢这本书。你找我呀？我刚好在你的办公室路过，然后呢？然后刚好你也在办公室，我刚好看了你一眼，刚好你也看了我一眼，我们刚好彼此都看了对方一眼，也没有早一秒，也没有晚一秒。好巧，好巧，一切都是刚刚好。你到底要走哪一边？你不走的那一边。谢谢。Welcome。你是要下班吗？是。我也是要下班。我在等我姐姐。我也要等我姐。好巧，你有一个姐姐，我也有一个姐姐，我们都在等姐姐。姐。姐。叫早了吧？让黛西到我办公室来。他没来。为什么请假了？你昨天对他有点太严厉了。啊？抗击打能力也太差了吧？说都说不得了。主要是因为赶上干什么？
失恋。失恋？失恋就可以不来上班了吗？我们律所有失恋假吗？还是咱们国家又新颁布了新的法定假期，把失恋也算进去了？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儿，让他回来上班，告诉他，就算是家里死了人，国家的法定假期也就是3天。哎，李丽姐。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律师函，我是、律师函我已经发给玲珑美食了，他们让我跟他们的律师聊。他们律师是谁啊？廖佳敏。廖佳敏啊，是廖佳敏他亲自管吗？啊，廖佳敏他是龙科的主任，一般的案子他都不管的呀。玲珑不是他们一般的客户，说明他们重视呗。你手机一直在震。哦。喂。你打算什么时候来上班？我一会儿就回来。拜拜。我们律所吧，跟他们那律所就上下楼的关系。我知道啊，我上次本来是要找他们理论的，结果刚走到楼下，正赶上你们律所做那个义务法律服务，我就先找你们咨询了一下。是这样的，李丽姐，这个律师函吧是我写的，可是我还没有经过我们老大呢。这不大符合规定，因为按照我们律所的程序的话，都是应该我写好律师函，我们老大同意之后，我才能发给您。可是他还没同意了，那天您催得比较急，我就事先发给您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吧有点严重，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这个律师函还有告玲珑美食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呀？有什么样的上司就有什么样的下属。你的意思，他的目中无人是跟我学的？我是说，你们俩同气相求，惺惺相惜，物以类聚，臭味相投。谢谢夸奖。我马上去给廖主任道歉。别去了。好的。主任，您别生气，有什么事儿慢慢说。那份律师函，玲珑美食的，我知道。这件事情从此以后再也不管了，到此为止。现在是后边必须管。为什么？你那个助手黛西跟人说他是实习生，那封律师函就是他自作主张发出去的。现在人让我们必须管到底，否则就举报。廖主任还亲自过来啊？是啊，想和罗律师探讨一下，已婚女性谎称未婚入职是否构成欺诈。这个问题，由我的助理回答比较合适。劳动者对于与工作无关并且侵害劳动者隐私的问题，有权拒绝说明。拒绝说明不构成欺诈，但没有如实说明，明明已婚却说自己是未婚，也不能认定为构成欺诈。罗律师真的是铁嘴钢牙啊！这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登记表，婚姻状况一栏填写的是未婚。这个是李丽女士求职时的个人简历，写的是未婚。这个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承诺书，承诺她所填写的内容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承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不要求经济补偿。廖主任，我想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李丽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问题。李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是从2019年的4月7号到2022年的4月6号，但是就在今年的6月14号，李女士被强行辞退，原因是怀孕。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员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玲珑美食解除与李丽女士的合同，不是因为她怀孕，是因为她不诚信。婚姻状况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没有必要告诉公司啊。这是你律师教你的吗？不，这是他自学的。
那我们法庭上见吧。法庭见。谢谢你啊，罗律师。不客气。但是我强烈建议你和解。为什么呀？我会输吗？我刚才听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啊。但是你自己知道，你撒谎了，这是不对的。可是如果当初我跟他们说我是已婚，那他们肯定就不会录用我了。在去玲珑美食之前，我应聘过很多地方，只要我说已婚，就都没有下文。那也不是你撒谎的理由。他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要投诉他！不是，您不能这样吧？怎么？他这是歧视女性，他这样的人不配做律师。他可是在义务为您提供法律帮助啊！哎，就像你说的，这是他的义务。我学过律师法，人都说了，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该按照国家规定去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对，你们应该为受援人提供那个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为受援人争取他的合法权益。我是妇女吧，我又是孕妇吧，你们就应该无偿援助。哎，你好好想想吧你。人家是个孕妇，现在人家投诉你了，说你歧视女性。我歧视女性？我什么时候歧视过女性啊？那不能因为她是女性，她就可以不按照人类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那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我本来已经推了，是您要求我接的。那是因为你的实习生发了一个律师函，让人抓住把柄了，知道吗？我可以说那个律师函我已经看过了，他没有把柄。可是你们家黛西发了个律师函，已经给别人说了。我告诉你，除非你把你们家黛西给开了。我顺便跟你说一句，你们家黛西啊，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也很突出。跟您当年评价我一样，缺点显而易见，优点难能可贵。别在这给我打岔，我没打岔。我告诉你，这件事可大可小。怎么个可大可小啊？听着。听着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50条，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对本所律师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律师事务所因前款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对其负责人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听见了？您别为难，如果有人找您麻烦，您就告诉他您已经让我走人了。已经有人说我包庇你了，说我没有一碗水端平，说是鼓励本所律师诋毁同业，接受委托以后没正当理由拒绝代理。那您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办？去给人道个歉。道歉？说什么呀？就说因为您是女性，我不应该指责您撒谎，或者说因为您是女性，您就天然拥有撒谎的权利。你要是这种态度，那就别干了。那我就不干了呗。行，那就别干了。怎么了？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您就发这么大火？小事儿，发这么大火？我是律所的主任，我要什么事儿都得担着。如果是别人犯这个错误，客户对他投诉，该检查检查，该道歉道歉。哦，轮到你了，我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觉得对别人公平吗？我告诉你，罗宾，这会儿
你要做检查，不光做检查，还要在律所的例会上公开检讨。检讨什么呀？检讨说就因为我说了句实话，冒犯了客户，所以以后我也像他们一样迎合客户，取悦客户。我告诉你，罗宾，让你做检查，让你道歉是给你机会，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才华，对律所贡献大，就在这给我掰扯。我没有跟您掰扯，我在给您讲道理。现在的问题是客户不讲道理，你总不能支持那些不讲道理。我是主任，我不是你的背锅侠，我已经对你网开一面，那就恳请您一视同仁。好，一视同仁，那你走人吧。主任罗略，不好意思。什么事儿？我这儿有一个紧急的事儿找您。你没看见我和罗宾在谈事儿吗？你就不能敲敲门？不好意思，主任，那我过一会儿再来找您。这个是李丽的案子，交给何赛老师，争取和解。如果不能和解，就打官司，也不怕打。丽娜姐，罗宾老师他，李丽跟封印投诉了，老大给他换了个律师。你也不要内疚了，人生要都是事事如意的话，也少了好多乐趣，你说是吧？丽娜姐，那这件事情对罗宾老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你别想太多了，好好完成罗宾交代你的每一件事情，让客户满意就是帮忙了。丽娜姐，干活去吧。哼。你真的辞职了？你觉得呢？真好。我跟你跟兰兰，我们3个人创立一个新所，我们3个都算创始合伙人，就供家族信托，财富传承。哎，我研究过了，我们肯定不愁案源。就我们 MBA 金融班，一个班里有半个班的同学都有这个需求。不。哎，你是不是怕我还惦记你啊？我需要时间好好想一想，要不要换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你换哪种生活方式，黛西都不适合你。恕我直言啊，李丽的事情你非常不职业。那职业该怎么做？工作就是工作，客户就是客户。你可以不喜欢你的客户，但你没必要让他们知道，正常交往就好了。就工作而言，我可以为诈骗犯在法庭上辩护，但是在生活上，我没有办法跟一个不诚实的人交往。
那黛西同学成事吗？每个人都有点秘密，这很正常。你管隐瞒自己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行为叫保密啊？说实话，现在我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信息并不困难。他没有对我隐瞒，这事儿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是我跟他说不要告诉别人。为什么呢？人总是存在偏见和歧视，何必好端端的递过去一个把柄，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攻击自己呢？哎，你把隐瞒学历这件事情说得这么清新脱俗，让我都差点以为不是隐瞒学历的人有错，而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太看重学历了有错。你不会？不会。兰兰都不知道，我跟谁都没说。谢谢。不客气。罗宾，你对我应该有最基础的信任吧？当然。主任，您找我啊？来，坐。罗宾他几天没来律所了？3天。哦，3天。他的客户找他，我都说他休病假了。他的客户找他，应该手机联系。他这几天手机也关机了，所以客户只能打到办公室来。如果说他不想干了，起码他得给他所有的客户打个招呼，他要辞职了。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给自己留了个台阶儿。丽娜，你跟他时间久了，你最了解他的脾气。我去求他是没有用的。懂了，谢谢。我觉得对不起啊。这也太熟门熟路了吧？我觉得这是冤家路窄。黛西她接了一个案子，告的就是麦飞他们的客户。这不是经常的事儿吗？全景跟龙科不一直都是相爱相杀吗？那个您好，黛西呢？哦，他没来。罗律在吗？罗宾啊，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了，啊，休假了。谢谢。我还是想要跟您商量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啊。喂，李丽要求索赔20万，他是在碰瓷儿吗？啊？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呢，我不知道啊，什么情况？那正好，你就告诉他，我们的客户本打算想让步的，但是他现在这么得寸进尺，那就直接等着法院判吧。还有，我劝你别管他的事儿了，省得给自己添麻烦。哎，还有，他跟没跟你说过他的案子走过劳动仲裁啊？然后直接被仲裁委驳回了。你说什么？仲裁？我上电梯，先不跟你说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他们律师打的电话吧？他们说您要索赔20万。啊？不是，他们现在打算给多少啊？您这个案子做过劳动仲裁啊？对啊。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啊？
因为如果我告诉你们了，你们很有可能就不接我这案子了。我们现在也可以不接您这个案子的。哼，那可不行，你们现在已经接了。你们有律协吧？律协是不是管这事儿？我现在就给律协打电话。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没有正当理由，的确是不能拒绝代理。可是现在我们有正当理由了。什么正当理由啊？委托人故意隐瞒和案件相关的重要事实，律师有权拒绝代理。我问过你们，仲裁后能不能再告？是你们说可以的呀。是，仲裁之后如果对结果不满意，的确可以到法院再告。但是您不应该隐瞒您已经仲裁过的这个事实啊。您上班1个月都不到，实习期都没有过，我觉得法院无论如何都不会站在您这边的。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再问几个律所咨询一下。我就是因为上网找了个律师问了，他说可以索赔20万，所以我才想试一下的。那您是不是打算找那个律师帮您去做代理呢？他说先要给的律师费，按索赔标的30%，那就是6万块钱。那您给了没有？当然没有了，我又不傻。我上网把他所有打过的官司都查了一遍，基本上都是输的。我觉得他就是满嘴跑火车，想骗个首付款，我还是信任你们。我也查罗律师了，还托人打听，说他是你们律所最好的律师，一般人想请他打官司还请不到呢，是吧？你说咱那天多巧哈，就正好在楼下，这都是缘分。回头你也跟罗律师说一声。过去就过去了，让他别往心里去，啊。过去就过去了。是。谁？外卖。有什么高兴的事吗？有啊。封印让我来找你，找我干什么？你猜？让我把所有的客户都移交给你。你为什么就不猜封印让我过来请你回去呢？你说有高兴的事儿，我回律所对你来说是灾难。讨不讨厌呀你？一直这么讨厌。别废话。在哪儿吃？